所以他们就觉得，因为我爸又是警察，所以他害怕我可能在外面可能会遇到坏人啊，然后他觉得我这么爱表演，然后就可能就会吸引台下的人，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紧张。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不会啊，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好，而且我拿麦克风很帅。我爸说，如果你跟我当警察，也会一样很帅。爸爸想让你当警察，对，我说还是算了吧，爸爸。完全走上了不同的。所以是这种叛逆。但你的叛逆是什么？我那时候我刚刚跟他们讲的是，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跟我讲就是一个研究班。但是呢，我是觉得我要跳那种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，华夏，我是学古典舞的。哦。我学了，突然到了大二，说我们班就是要研究敦煌舞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跟这种的就完全是不一样。然后就为什么？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其实理解的也比较片面嘛，我就觉得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这样，我就想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上课就非常跟老师对着干，然后就是就我觉得班里好像就我一直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勇气，也是蛮叛逆的，就是不好好上课，然后上课就伤心，然后我就上着课哭，边哭边上，这可能是轴吧。后来我说这可能不是叛逆，我误解了，这是轴吧。但是后来现在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应该多尝试各种不同的舞种，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学各种各样的舞种，我就是所以身体的开发又会不一样。那个时候脑子没被开发好。对，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是这样子，就是自己看不清嘛，永远只有看到的是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但当了家长之后，就会觉得不太一样。当了老师之后，也是理解了老师的苦心啊。所以你之后有当老师吗？就是有，就比如说我妹妹后来学舞蹈，我就有教她，然后也是有一些，就那个时候刚毕业，可能也会去跟别人上课啊这种的，就没有正式的当那种学校的老师，但是就是教课、代课这种的是有上。有没有感觉没人？哎呦，真的哎 ，Hello， 没人呢？是都回楼上了吗？嗨，真的没有人？上哎。今天真的小考就是感觉今天没有准备好，但我觉得上之后更难。对，也是因为真的是难。我们准备量不够啊。我也说，我说这是我最心虚的、最没有底气的一个。真的。对，我也是。连歌词，而且真的他的歌词好难记。我脑子在想紧贴还是贴紧来着？紧贴贴紧，紧贴贴紧，哇！然后我选择了一个贴紧，错了。然后错了。对。说白了还是不够，练得不够，还是不够爽。不，我觉得不能什么东西都因为必须练的时候什么，因为事情是它有难易的。啊，我就没停过，我就在吃你的牛肉干，脆脆的。这个绝对会变成我以后的必备的。哇，那你吃到它就会想到我，哈。我觉得我是真心喜欢吃这个。你也真心会吃到它就想到我，因为我不会做东西啊，我要那种现成能吃的，然后这蛋白质又好。上面是不是一个很不浪漫的人？我特别不浪漫，我非常不浪漫，真的，我非常木讷。他们那个时候评价我们就是理工男嘛，真的，我跟他们是一挂的。给你递浪漫的口你也不接，我接不住啊。文字也不太敏感，真的，好话也说不了几句，然后很多地方还比较迟钝。那你什么东西敏感？我对数字敏感，我对形状敏感，理工男嘛。你老公也这样是吧？是不是？我很庆幸我老公居然还懂浪漫。对，我就确实后天这方面学的也不够好。对。那你上次能够给 DJ 过生日这个事情，你的数字敏感，你记得他的生日？因为那天真的很巧嘛，我们正好到长沙，然后又没有到公演日，就觉得这个日子定的
生的太好最主了。要你还想到让我们给准备生日礼物啊？因为我觉得他会，因为他会高兴嘛。对，他这里给我们发信息，要求我们给 DJ 准备一下礼物，因为他过生日。嗯他给我的提出的要求是，这个礼物得有点纪念意义。所以你这个事情做的很浪漫，很浪漫，非常浪漫。就是浪漫吗？浪漫。当然是啊，所以你对浪漫有误解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浪漫可能还是要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但这些我是不会说的。那不是，哎，正好聊天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挺好奇，我那天没有问呢。毕竟你说你来这节目是交朋友的是吧？对呀，你平时生活里交不到朋友呢？也不会交不到朋友啦，可以交朋友的，但是会少一点，因为你通常会比较有距离感。这个是你没办法，你在里面你就要住在一起，强迫你你要强迫一种相处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你在外面，你可能会很自在跟别人说，啊你好啊，打完招呼你就不会再有下一句话这种，就是这种就只有这种交朋友，不会再更深入。是因为你性格被动呢，还是社交的圈子有限呢？性格被动比较多，我跟你的性格有点像嘛。我不是学霸，但是就是被动型人格。对。那你跟朋友怎么联络呢？联络啊，对呀，通过打电话粥吗？煲电话粥也不太打电话。那怎么联络呢？我的朋友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懂我的，然后都知道我不太理人，然后都会没事联系我一下，然后就这么多年这样。然后我每年我都会谢谢他们，就是还在我身边，因为我就真的都不太联系，我特别懒，有时候就是忘了回，他们也不介意，就对我所以就特别好。得主动，如果跟你玩就得主动的天天找你。但也不见得回。你应该也是吧？我可能好一点，因为我还喜欢运动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主动约一些运动局。哦，你很爱吃香蕉哦。有什么香蕉就是可能比较什么钾离子什么高，不就是对对对对对，一个元素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哇！我怀孕孕吐的时候，我住院，然后我缺钾，就一方面就一天挂一天的盐水，然后我们家里人就拼命给我吃香蕉，哇！后来看到香蕉我都快吐了，真的，就香蕉补钾非常好。对，但是因为除了刮盐水之外，就让你食补，因为最好的是身体调动你的那个，把它食补补进去，要不然你强挂钾进去，超级疼，就刮那个盐水，那个整个一个手臂，哇塞，那太疼了。最后我留置针没地方扎为止，就他每天要扎那个留置针，2天他就不行了，但那个洞很大嘛，留置针，然后最后还给我打脚了，说实在不给你上脚，我的妈，把我哭的。你怀个孕怀的这么辛苦呀？我2胎都是啊，那你还有勇气再生第二个？就意外。那2胎是个意外，然后我跟我老公在纠结，因为我1胎太辛苦了，孕吐啊，包括一塌糊涂。我的天啊！所以我的2胎，我老公就没准备让我生，但是有点纠结，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，所以我们说听老天的，要不要是要还是不要？结果就直接有了。但我觉得既然来了，那还是得生。结果2胎比1胎还严重，就直接进医院了。天啊，好辛苦哟！然后大出血抢救，好可怕！天啊！你知道最可怕的是，我曾经演过一部剧叫《爱的妇产科》，演妇产科医生，全部都是这种案例。所以当我知道我是中央型前置胎盘的时候，所有的记忆就清晰了，我知道完蛋，很凶险的一种怀孕方式，就很多大量就大出血。我还不敢告诉我老公，怕他吓死。哇，这听上去好波折了。对啊，这么波折呀！我的天！但出生之后他们啥事没有了，就我所有的苦难在我怀孕里面全部都吃过，一塌糊涂。真的，我太痛苦了，过去就好了。对，所以2个孩子现在很健康。就是我就觉得所有的苦在我怀孕里面全吃完了，就一孩子一出生之后，包括他早产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状况，就很健康，这是唯一庆幸。但人到那个时候真的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无所谓，孩子一定要健康，就一直孩子好就行。